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傻皮。今天我就来说一下5种最奇怪的生产方式吧。理论上来说，不管什么胞梦都是有蛋孵化出来的，大多数情况下，同蛋组雌雄胞梦才能繁衍后代。而胞梦培育其实稀有起来还是挺有趣的，其中就有一些可能连 GF 都解释不清楚的设定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1. 百变怪。说起蛋组，目前一共有15种蛋组，但只有百变怪独占一种蛋组，也就是说，百变怪能够和任何可以生育的胞梦产生后代，它因此也被叫做培育物之父。百变怪的存在让培育流程能够大幅度缩减，是非常方便的存在。至于百变怪为什么这么万能，这就要牵扯到肺癌了。设定上，百变怪是梦幻克隆的失败品，克隆成功就是超梦，克隆失败则就是百变怪了。这一点在初代游戏中可以发现很多细节在暗示这点，比如遇到百变怪的地方正是超梦居住的华南洞窟，百变怪的体色和梦幻基本一致，异色百变怪也和梦幻一模一样，甚至巧的是，百变怪的体重也和梦幻相同。梦幻身体里有所有胞梦基因，这么一说，百变怪能够所有胞梦产生后代这个说法就不难理解了。唯一能够生蛋的神兽，虽然动画中出现过其他神兽幼体，比如小幸运月和小洛奇亚，但是游戏中目前只有一种传说的胞梦能够在培育屋里生蛋，那就是沧海的王子马拉菲。马拉菲因为没有性别，所以只能和百变怪生蛋，但是因为血统不纯，产生后代也不是马拉菲，而是一种叫做菲欧拉的胞梦。菲欧拉的样子就是一个发育不完全马拉菲，种族值也比马拉菲低了整整100奥，实力不怎么强。于是菲欧拉被称为沧海的贱民、沧海的私生子等不太友好的称号。3. 幼年胞梦。不能胞梦进化之后就能够正常的生蛋，但在此之前是无法生蛋的。这类胞梦叫做婴儿胞梦或者幼年胞梦，这也很容易理解，人家才刚出生，还没长大小宝宝，让人家去生蛋，是不是有点不太人道了呢？这类胞梦都是后续时代加入的胞梦退化型，它往往也不能通过正常生产途径出现，而需要相应的进化型携带对应的熏香才能生出幼体，想要进化也要满足亲密度条件。不过个人觉得这些胞梦很影响玩家收集图鉴的进度啊。4. 性别差异产生的生蛋。在第一世代有2种胞梦叫做林多男和林多囊，而为什么说他们的生蛋方式很奇怪呢？主要是因为林多男无论和谁生蛋，孵化出来的雄性生命体一定是林多囊，而雄性的林多囊和百变怪生蛋孵化出来的雌性一定是林多男。因为在第一世代它们属于2种不同的胞梦，所以你试想一下，自己的蛋孵化出来其他的胞梦是不是很奇怪呢？所以其实它们就是同一种胞梦。之所以第一世代占2个图鉴位置，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性别差异的概念，后续世代就加入性别差异这个概念，只有第6世代雌雄超龙妙妙，第8世代爱管事，它们都算是同一种胞梦了。5. 奇怪的蛋群。有一些蛋群中会出现非常奇怪的组合，比如饭食蛇和猫鼬斩这2死对头居然同属于陆上组，会捕食穿山鼠和六尾的马柳娜和它们也是同一蛋组，这些非常不可思议的天敌居然也能在一起生小孩，实在令人有些疑惑啊。更奇怪的还在后面呢，红金王这种超巨大胞梦居然和香尾喵是同一个蛋组的，也就是说它能够在一起生育后代。至于公的红金王和雌的香尾喵是怎么生下小宝宝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敢想。再给你们讲个鬼故事啊，你们常常看见这漂亮的胞梦就有智者老婆，但是在珍珠钻石版本的图书馆中可以看到人和胞梦结婚的记录，并且在结合明珠姐的设定看，叫声和人类语言一样，但是无法理解意思，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啊。最早明珠姐很有可能就是人类和胞梦的后代呢。结婚总喜欢搞些什么诡异的东西来吓唬小朋友，结果小朋友不懂意思，大人才能看得懂，实在是佩服文字的高明啊。那么以上就是有关蛋组的小知识了，我是傻皮，咱们下期见。